发布《Creed 3》的时候 ，Meta 透露，目前 Creed 商店每12款游戏中就有1款游戏的收入达到或超过1000万美元，换算一下，相当于是至少有40款，其中收入达到2000万美元的游戏数量，在过去同比翻了一番。VR 用户在 Creed 商店消费也是达到了20亿美元，但实际上去年2月到10月 ，Meta 商店消费增长5亿美元，只花了8个月，而今年达到20亿，却要花整整12个月。我猜测增速放缓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去年Creed 2涨价和Creed Pro 扑街导致的。因此，这次首发Creed 3发售 ，Meta 也是十分慷慨的豪送价值60美元的独占游戏《阿斯加德之怒2》。同时 ，Meta 也承诺在2023年底前会有100多个新的和升级的游戏上线，其中50多款是全新的游戏，剩下另外一半将适配Creed 3升级画质和更新 MR 模式。虽说短时间不会有Creed 3的独占游戏，但那些对Creed 3进行画质升级的游戏，何尝不是另外一种独占呢？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速递，我是老朋友翟老师。我们接下来看看有哪些在 Connect 大会中被提及并值得期待的 MR 软件应用。首先要说的必然是类似混合现实小程序的全新功能 Arguments。Creed 3在开启透视模式之后，用户可以把各自可互动的数字元素放置到现实房间里。每次带上头显开机，数字组件都会出现在原来的地方，相当于你是用上了虚拟的加装物品。比如把你的照片挂到墙上，在桌面上安置一个 Instagram 的小程序，把节奏关键游戏成就奖杯放到房间的角落，也可以把虚拟音乐播放器锚在空间里随时听歌。这可是苹果 Vision Pro 都未曾演示的一种 MR 功能。但在 Connect 大会上，扎克伯格就是一笔带过。老实说，我最佩服就是苹果拍 Vision Pro 宣传片的水平，真的就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功能演示，都能给你花很多时间重复来重复去绘声绘色的描述，让人看了直呼牛逼。Meta 哪怕学到1/10，整个Creed 3发布的宣传片观感也不会那么差。不过这个功能要等到明年才能正式上架Creed 3，咱们需要耐心等待。MR 流媒体视频和 MR 虚拟屏幕玩串流主机游戏也是当初 Vision Pro 展示时很重要的部分。那 Meta 这边官方的 Xbox 云串流应用时隔1年终于要上架Quest 平台了，这个本身没有什么多补充说的，就是用虚拟大屏幕代替原来的物理显示器。到这个 MR NBA 视频应用值得说一说，就是我们现在的 VR 播放器软件，他们开启透视模式，就是把虚拟影院场景用现实环境来取代嘛，然后就光秃秃的留下一个屏幕就没有了。但这个 NBA 视频应用，它会充分利用屏幕两侧的空间，给到其他的待播或者推荐视频的信息。整个 UI 排版也会尽量制作一些具有深度视差的设计，显得更空间应用一些。苹果 Vision Pro 那个迪士尼家的应用就还要更加丰富了，它几乎把屏幕上下左右所有的空间都添加了其他的视觉信息，甚至还包括 3D 动画，好的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不知道是真的实际还是概念演示啊。总之，我觉得这一块是一个不错的 MR 软件创业赛道。不仅仅是视频了，比如说 MR 音乐软件，我中间屏幕放 MV， 上面是播放空间显示，左侧是抑郁的评论区，右侧是歌手的海报，底部是推荐的专辑歌曲列表。有能力的朋友可以以此作为开拓，去做一些类似的项目。MR 派对游戏 BAM 这款游戏也是所有去现场提前体验Creed 3的海外媒体们评价最好玩的一款 MR 游戏，来自热门站桩射击 VR 游戏太空侠盗团队的新作。BAM 的虚拟桌面竞技场可以在混合现实下放置在现实世界任何你想放置的地方，并缩放它、旋转它，然后 VR 玩家可以操纵各自的微型机器人，用喷气背包的动力来移动，并进行拳击比赛。在本地多人的游戏模式下，会把 MR 游戏的魅力与价值真正的发挥出来。派对游戏在任何媒介都是备受欢迎的游戏类型，比如最近的国产游戏《猛兽派对》。其实你可以想象啊，只要把它的地图场景拎出来，透过头显放在空中运行，不就是一款 MR 游戏吗？其实包括真人快打、街头霸王这类横版1对1格斗游戏也是一样，你都不用做什么改变，只要原封不动拿出来，它就可以是 MR 游戏。只是说在 MR 这里，你可以360度环绕的去看它的游戏场景，而不是透过屏幕的一个单调平面。我觉得朋友们听到这里，估计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创意了。总之，未来这一类用一个舞台或者竞技场就能运行的 MR 游戏将会是一个主流。比如即将在12月8号上线的乐高积木传说 MR 版本也是这种典型。游戏本身是有平面版的，本质是以搭建玩法为主体的解谜冒险游戏。谜题设置呢，从市场摊位、音乐盒这样纯粹的美学创作，到建造起重机、螺旋桨飞机等基于物理学的功能性谜题。每个乐高实际模型都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搭建点，
让你可以自由随性的搭建，在每个搭建点你都会获得一套砖块，并可解锁沙盒模式。除了特定谜题和任务之外，玩家还可以收集解锁大量的物品，使用它们来购买炫酷的新道具，并为沙盒模式购买新的砖块、颜色套装，或者从种类繁多的零件中精挑细选，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乐高角色。总之，这个游戏本身跟平面版没有什么差别，只是用混合现实的方式来包装。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VR 卡牌桌游 Demeo 也是这样的，就是平面版和 XR 版本兼具。我最喜欢的 VR 健身游戏莱美搏击这次也会更新一个 MR 模式，虽然是老游戏了，但我把它拿出来介绍是因为它代表了另外一种比较常态的 MR 游戏模式，就是在你的房间里开启一道虚拟传送门或者传送墙。这种模式其实不仅适合节奏类的游戏，像其他很多球类运动的游戏也同样适用。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可以不占据现实空间，而是把现实的墙延伸成虚拟世界。比如 MR 乒乓球或者网球，我现实的房间并没有可以完全闲置的去放下整张虚拟乒乓桌或者球场，改用这种传送墙模式，那我只需要面对墙上的虚拟空间打就行了，同时又因为有透视，就不用担心会打到家具。那最后就是激光舞蹈，这是来自立体方块游戏开发者的全新作品。这款 MR 游戏正如游戏名那样，十分简单直观地描述了把你的现实房间变成了一个科幻特工电影那样的激光矩阵，玩家需要小心翼翼地躲避完成闯关。对比起前面提到的 MR 游戏或者应用，它的特质就是把整个现实房间当成了游戏玩法的一部分。类似的就是快3到时候会有一个系列传统，每次新设备都会推出对应新的 First 体验教程。这次是一个 MR 教程，叫做第一次邂逅，以及阿斯加德之怒2、怪奇物语、捉鬼敢死队都会有对应的 MR 模式，他们都是属于那种会把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都通通充分利用，将虚拟和现实世界几乎交融在一起的玩法，让玩家有充分的交互性的操作。这类游戏算是 MR 游戏中的大体量作品，后续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 VR 游戏推出类似的模式。总之，今天也是大致的带大家预览了一下未来会体验到的比较典型的 MR 游戏或者软件类型，期待到时候大家各自的上手体验反馈。OK，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而是陪着 VR 成熟的另外找一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